没掉海里，没被淹死。我好像砸到东西嘞。我已经4岁半嘞，不能像3岁半一样毛毛躁躁。从天上掉下来也得像个成熟类大人。请问一下，这里是哪儿？此处是万丈岭，青木林，属于大燕国境内。我们是大燕国的修武之人，来万丈岭历练。大杨国，那不是六师兄顾明光来老家吗？我也到凡界嘞，没传到魔界，也没传到修仙界，偏到凡界嘞。二位殿下可算回来了，陛下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。你怕不怕见皇帝？俺怕啥？是能爹骂能嘛，又不是俺爹骂俺。有道理。一点用都没有的道理。跪下！钟叔嫩大一个人，还想装看不见，这不是掩耳盗铃吗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自跑去万丈岭！你们知不知道那里每年要折进去多少人？去年没了一个猎户队，妖兽是你们能招惹的吗？那里的妖兽相当于炼气期修士，连大宗师都未必打得过。你们几个反武境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皇上恕罪，皇上息怒。是臣的错，臣没能阻止公主与皇子。公主与皇子也是一片孝心，想猎得妖兽，为陛下制作生辰贺礼。臣未能及时劝阻，是臣失职。好家伙，一句话把责任全推给了孝心和失职。明明是大家一起去玩，到他嘴里就成了他没拦住。读书多的人甩锅都比别人甩得远。萧松岩，臣在。你父亲这几日思念你的紧，朕已经派人传话大理寺，准他今晚不必值夜，让他留在府中，等你回去彻夜长谈。啊，他跑得比万丈岭的妖兽还快嘞！哼，朕今日刚得了一本好功法，朕已经赐给了杨爱卿，还特意准了他3日休假。你们姐弟回去陪你们父亲好好钻研，一个字一个字的钻研。是。你们2个自己去送死也就罢了，还带着别人一起。杨家姐弟，萧家小子，哪一个真折在万丈岭？朕不用去给人家陪儿女。上次楚国皇子跑去猎妖兽，结果如何？被妖兽追了3天3夜，最后连裤子都跑丢了，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。你们是不是也想给各国送点笑话素材？父皇，我们不是没事吗？而且还有钟叔跟着。钟叔，钟叔是大内高手，是保护皇宫的，不是给你们出门溜钻当保镖的。要不是朕让钟叔去找你们，你们早成妖兽的饭后顶品了。到时候朕还得派兵进去给你们收尸。不对，尸体都未必有，那些妖兽啃得比狗舔盘子还干净。这不是没啃吗？你还敢顶嘴？这是谁家的孩子？他为什么站在这里？父皇，他是我们在万丈眼青木林里遇到的，他砸死了一只铁牙猪，救了我们。他砸死铁牙猪？我砸的。父皇，真是他砸死的。那头铁牙猪已经运回铁蕨叶，稍后便能送进宫。猪皮破了没有？一点没破，完整的很。完整的铁牙猪皮至少能做2件法衣。儿臣正准备给父皇做一件，就当父皇今年的生辰贺礼。别以为讨好朕就能免罚。行了，起来。看在你们带回一只完整铁牙猪的份上，
责罚减半。父皇，减半是多少？每人50大板，再抄200遍公规。原本是100大板400遍，朕已经减半了。是。他留下。父皇，他只是个孩子，他什么都不懂，有什么事情你问我便是。朕不会为难一个孩子，你下去领罚。放心吧，我不怕他。你是谁家的孩子？你爹娘在何处？不能说，怕说出来你害怕。朕有什么可怕的？怕你知道的太多，晚上睡不着。人上了年纪，本来觉就少，失眠容易老，老了容易死。我不想害你。铁牙猪真是你砸死的？你知道他有多厉害？知道，相当于炼气期。顾晨光以前也住在这里吗？你知道顾晨光？今天逛街的时候听说了。历代大燕君王都居住在此。黄伯祖7岁登基，自然也住过这里。你没见过他？论辈分，朕要叫他一声黄伯祖。他离开凡界时，连朕的父皇都未出生，朕只在画像上见过他。六师兄小时候还当过皇帝，怪不得他天天爱记账，原来从小就在管过库。你是人间皇帝，肯定可有文化，还知道很多秘密吧？略知一二。你想问什么？除了等万宗凌晨大典，还有啥办法能去修仙界？没有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仙凡隔绝，凡人无法进入修仙界，没有人知道通往修仙界的道路。即便是下凡的仙人，也从不向凡人透露路线。行吧，连人间皇帝都不知道，那估计真没办法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说我是从修仙界来的，你信吗？行吧，又是一个不信的。低阶的疗伤丹都送给硫磺之域那对母子了，高阶的药劲儿太大，这凡人皇帝吃了，别再把经脉撑炸了，到时候还得花钱治。顾晨光以前给咱们寄回来的丹药，应该没有疗伤的吧？为何如此说？疗伤丹贵，他买不起。你经脉里有旧伤，已经好多年了，这颗给你，吃了应该能好。你怎么知道朕的经脉有伤？看出来的呀，你运气的时候，右边经脉比左边堵一点。但是安全起见，你得掰成2半吃，先吃一半，等药力化开了再吃另外一半，可别一口吞，不然经脉再撑闸了，又得花钱治。不用谢，既然是故人之后，我自然得帮一把。故人？真不能再说了，说多了你晚上真该睡不着了。顾晨光现在在修仙界过得挺好，就是穷了点。来人，带小贵人下去休息，好生伺候，不得怠慢。记得分2半啊！朕知道了。中书，陛下，老奴曾接触过仙人留下的仙丹，药香相似，丹纹也相似。是仙丹？应当是。但这一颗成色比宗祠里供奉的那些更好，品鉴恐怕不低，普通下凡仙人未必拿不出这种丹药。故人之后，后续剧情更精彩，不想错过的家人们，赶快点个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好戏马上回来。睡不着，睡不着就容易想事情。我爹从幽冥裂缝底下上来了没有？那双金色眼睛一直盯着他，会不会把他当饭吃了？幽冥裂缝下面到底有啥？他一个人扛不扛得住？
我娘渡完劫了没有？最后一剑劈完，她累不累？她知道我被抓走了吗？会不会已经跑到硫磺之境门口骂人了？骂人的时候还有没有宗主的风范？我哥现在是在天剑宗，还是回魔界镇牌子了？商贸区重新开业没有？大家的年终奖还发不发得出来？他的伤好了没有？大师兄的新剑用顺手了吗？三师兄每天早上还扎辫子吗？四师兄的馒头还蒸不蒸？五师兄是不是还在照镜子？六师兄的账本上会不会多了一行小师妹失踪未归？宗主会不会怪我乱跑？他好不容易云游回来了，结果我又把自己弄丢了。大长老种的灵果熟了没有？二长老现在找谁试丹？三长老的扫帚是不是又秃了？小妍袄长大没有？还认不认得我？我终于从硫磺之狱出来了，从8个老祖的包围里出来了，从困了我1年的地方出来了。可外面是凡界，凡界没有回修仙界的路，就像从笼子里跑出来，却发现自己站在一座孤岛上。不能哭，我爹说了，魔君的闺女不能哭。而且我都4岁半了，又不是3岁小孩。凡界没有灵气，按理说修士在这里没法修炼。这是啥？凡界没有灵气，可草木有生气，大地有生气，风雨花鸟，万物活着就都有自己的气息，虽然很少，但真的可以吸收。陛下，那孩子睡了没有？他在屋顶打坐。屋顶？哪座屋顶？皇宫最高的那座。他怎么上去的？怎么飞？像鸟还是像乘风囊？像仙人，脚下踩着一把剑，十分平稳。落在屋顶后就一直打坐，没有下来。他真是从修仙界来的。他看人的时候不躲，说话的时候从不犹豫，眼神很干净，也很稳。什么意思？只有一直被人护着宠着长大的孩子，才会有这样的眼神。他不需要看人脸色，也不怕说错话会挨打。既然被人宠着长大，又怎么会独自流落凡界？老奴也想不明白。但他拿丹药时，确实是从储物手镯里取出的。这种储物法器，老奴只在万宗临晨大典的仙人身上见过。昭野和芷宁的责罚先停了，明日让他们带着孩子四处走走。他既然救了他们，就是大燕的小恩人，不能让他觉得大燕不懂待客之道。是。陛下，他还在屋顶，要不要叫他下来？随他去吧。一个能从天上掉下来砸死妖兽的孩子，动不着。你在做什么啊？跑步啊。你什么时候起来的？2个时辰前。你跑了多少圈？52圈。院子太小，一圈才几步路，所以跑得多。你不累吗？你才4岁半。习惯了。你是怎么做到这么自律的？我6岁还要宫女哄着起床，昭也10岁了，还得让人把被子掀了，他才肯起来。我师兄说了，修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1天不练，自己知道；2天不练，师兄知道；3天不练，全宗门都知道。对了，父皇说你是我们的小恩人，让我们这2天好好陪你在吴京逛逛，你想去哪儿都可以。能先吃早饭吗？饿了。你想吃什么？啥都中，只要够多。
多少算够多？先来10人份吧。10人份很多吗？这都是给我吃的呀。父皇说了，要好好招待你。你不是要10人份吗？吃不完可不许浪费。放心吧，我从不浪费粮食。你真的是4岁半？4岁半能吃这么多？你肚子里是不是藏着一个乾坤袋？没有啊，都吃进肚子里了。这个你还没尝，要不要？中。他刚才那个嗝是不是白打了？左边是文华殿，父皇平时上朝议事的地方；右边是武英殿，存放兵器和铠甲；前面是御花园，里面有荷花池，我小时候掉进去过，还哭了2个时辰。你闭嘴！东边是皇家公祠，里面供奉历代祖宗牌位，逢年过节，父皇都要去上香磕头。那边通往演武场，父皇每天早上都要去打一套拳，一天不打，浑身都不舒坦。宫殿就是宫殿，凡界也有，除了大小不一样，瓦片颜色不一样，也没啥新鲜的。为什么？皇宫不用看了，宫殿长得都差不多，咱出宫吧。好。能呀，慢点！出宫了！走，先去捞人。捞谁？杨令叔和杨萧玲，他俩回去以后肯定过得水深火热。昨天被我们连累的3个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杨家姐弟现在可能还在挨打，萧松岩应该还跪在祠堂，膝盖都快跪成馒头了。好姐妹怎么能见死不救？捞人，我收。父皇有旨，命杨令叔、杨萧玲陪同贵客游览雾京，以示大燕礼遇。若杨将军方便，便请他们出来吧。芷宁，你总算来了，再不来陪我就要被我爹打死了。撑住，你安全了。快走，快走！这个家我一刻钟都不想多待。恁俩刚才演的还挺像，从小练出来的，演得惨，爹能少打几话。不演惨，他就往死里打。有道理。见过长公主，二殿下。劳烦2位亲自登门，松岩失礼了。无妨，父皇命我等陪同小恩人游览吴京，尽地主之谊。既是陛下旨意，松岩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二郎，大恩不言谢。行了，别整那些文绉绉的，快走。走。凡界这些大户人家的小孩，别的不说，演技都怪好嘞。还是芷宁有远见，知道把这个小娃娃捡回来当挡箭牌。我早就说了，把他捡回来值了。多亏了你，我们今天才不用继续挨打。救命之恩，没齿难忘。小事，管吃管住就中。包的，包的，只要你吃得下，姐姐就请得起。这话别说太满。昨天逛的是步行街，今天带你见点不一样的东西，让你长长见识。比如，跟上来就知道了。到了，凡是家里过日子用得上的东西，这里基本都能买到，而且这里卖的是批发价。批发是啥？就是买的越多越便宜。这个我听懂了，多买少花钱。对，那咱多买点吃的吧。这地方没有灵气，也没有啥仙家宝贝，可一闻就知道是过日子的地方。凡人日子虽然短，准备的东西倒是不少。那么凡界人需要那么多刷子？刷牙、刷鞋、刷锅、刷衣服、刷马、刷墙，当然需要。活得还挺仔细。这个叫牙刷，很久以前人们都是用柳枝蘸盐清洁牙齿。50年前，陈光商号把它改良成了现在的样子。拿这个在嘴里刷，不会把毛吃进去？对，正常刷不会。这是牙粉，用薄荷盐和白芷磨成。你一直住在山里，应该没见过吧？没见过。修士用个净尘诀，啥脏东西都没了，哪还需要拿着小刷子在嘴里捅半天？不过凡人没有灵力，这些不用法术也能用的东西确实不错。
要不要试试？这个适合给人刷脑子。这才第一家，后面稀奇东西多着呢。那还等啥？接着逛呀！这个是刷衣服的，这个刷鞋，这个刷指甲缝。指甲缝也专门刷？当然，干净的从细处讲究。这个刷垫子，垫子脏了蘸上水使劲刷，刷完跟新的一样。那个刷墙，那个刷锅，那个刷公桶，还有这个刷脸。刷啥？脸啊！刷毛特别软，沾上水和香皂，在脸上轻轻刷几圈，洗得可干净了。要不要试试？不了，咱们这铺子刷子长得都差不多，万一拿错了，我有四师兄言川。刷脸，我有靖辰诀，暂时不用升级成自己动手。这个铺子闻着怪好闻嘞。这是熏香盒，将炭饼点燃，再把盖子盖上，香气会从这些小孔里慢慢飘出来，比直接烧香更省，也更持久。一块香炭能用3天。不错，我想要100个。多少？100个啊！我爹一个，我娘一个，我哥一个，宗主、师兄、长老们都得有，剩下的带回宗门备用。出门一趟不能空手回去。不就是100个吗？老板，包100个，记我姑二爷账上，月底一起结。好嘞，二爷放心，保证每个都挑最好的。100个不便宜吧？都已经答应了，别算。这个叫香皂，用天然皂角做底，洗脸、洗手、沐浴都能用。桂花味儿，架子上还有茉莉、玫瑰、香香和薄荷。这个咋闻着像红烧肉？就是红烧肉味儿。去年出的限量款卖的可好了。别人洗完澡身上是花香，招蜂引蝶，这个洗完澡浑身是红烧肉味，招狗引狼。这不是新奇，还挺香。这是撇奇。恁要是用了，晚上睡觉记得关好门，怕御膳房的人闻见把你端走。为什么？此物名为时辰仪，用来核定时辰，时刻分皆可显示清楚，即便碰上阴雨天气不见日影，也能知道准确时辰。不用灵力？不用。也不是法器？不是。那它咋自己动？依靠齿轮、弹簧和重力运转。没有灵气，没有阵法，却能把时辰算得这么准。凡人的机关术比很多低阶法器还精强。大的漏丸是1个时辰，小的漏丸是1刻钟。我能要一个吗？当然可以，挑一个轻便结实的，适合小孩子带着玩。我不要小的，我要那个。你确定倒下来能砸死人？他比你高出数倍。麻烦送到我昨晚睡觉的院子里就中。行，稍后送到皇宫门口，自然有人接收。你要这么大的时辰仪做什么？带回天剑宗，以后6师兄算账就知道自己乐了多久。这么大一个，摆在食堂食台旁边，肯定气派。就是不知道储物手镯塞不塞得进去。这个怎么样？骑起来可威风了。没有我飞得快。这滑板也有意思。还是没有我飞得快。滑板虽然不会飞，可我要是踩着它御空，好像也能飞，就跟3长老骑扫帚一样。不中。什么不中？我是正经剑修，天剑宗已经有一个起败者的了，不能再多一个踩板子的。梁氏2师兄送3号仓50匹入账，1、2、起。这里就是吴京的仓库区，从大燕各地运来的货物，先送到这里分类存放，然后再由各地商方批量采购，运往城里的铺子。单是管理这片仓库区，就养活了几千人，搬货的、清点数量的、看门巡逻的、管理账码的，哪一项都得有人做。吴京很多百姓一家老小的饭碗都系在这条铁轨上。那么凡界真的怪热闹，也怪充实。大家都得生活，不干活就没有饭吃。这套法子跟我哥弄的魔界商贸区几乎一模一样，矿车运货，仓库存货，集市卖货，还要统一价格，统一记账。我哥在凡界待的50年真没白待，他不是只学会了咋挣钱，他是把一个国家咋运转，百姓咋靠生意活下去全学回去了。我哥可真厉害。你又想起你那个做生意的哥哥了？他以前救活的可不只是一个家族，一站式购齐，就是进一家铺子啥都能买。没错，从锅碗瓢盆到衣服被褥，从零食点心到桌椅床柜，一趟全买齐。那么凡界人可真怕多走路，这叫方便。
1楼主要卖吃的和每日必需的东西，附近百姓买菜买米也会来这里。确实快，北市一家铺子只卖一种东西，这里把所有东西都搬进一栋楼里了。进门买到出门，一家人过日子要用的差不多都齐了。针线在前方第3柜台，买满500文可以免费送货上门。买东西还给送回家？当然，在这里买完留下地址就行。不用自己扛？不用。这个好，尤其适合六师兄，他搬2袋米都嫌耽误算账。这里可以买成衣，也可以现场量尺寸定做，写好单子，3日后送到家里。连衣裳也能送？能。那要是做大了咋办？免费修改1次。服务怪周到。这叫榫卯，木头和木头互相咬住，越用越紧。一张好桌子能用1辈子，传给孙子还能继续用。不用钉子也不会散？不会，我父皇寝宫里的桌子用了40年，照样稳当。凡人的心思都花在这些细节上了。这里摆的都是样品，看中之后，皇室工厂会直接做一套新的送到家里。又送？那么是真的不想让客人自己搬一点东西？客人越轻松，下次越愿意来。从这里看，湖景可真大。有些客人从很远的地方来，买完东西当天回不去，就可以住在楼上。在百货大楼消费满一定金额，还能换住宿券或者餐券。住宿券可以住这里，也可以住西街其他晨光客栈。餐券能在西街所有晨光饭店和小吃铺抵钱。即使本人用不上，也可赠与亲友。送人自用2相加1。买东西送货上门，买得多还送吃饭和住宿。买零售就没人想到，万怪公举妻樊谦的欠5样东西全堆在他前面，他只需要站在上面把这套东西搬回魔界。咱们这儿的人真有意思，从生下来到死了都离不开晨光。那当然，晨光棺材用的都是上好楠木，榫卯结构，不用钉子，不进水，人躺进去可踏实了。咱们连死都这么讲究？活着不容易，死了也得体面。有道理。百货大楼看完了，再带你去个真正好玩的地方。南市。南市是啥地方？吴京最热闹、最乱也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那里买不到的。走，带你看看真正的人间烟火。北市是正经买卖的地方，南市嘛，正规的有，不正规的有，咋了？也有。你敢带他去试试？他才4岁半，父皇知道了，非把你的腿打折。我就说说也不行，跟我说多了就会做。樊姐的师兄们也没啥区别，该打就打，该骂就骂，真出了事还得护着。啊，运气不错，老刘头今天讲田螺姑娘，上次讲到一半，今天正好接着讲。那田螺姑娘每日趁田郎出门劳作，便从壳中出来，洗衣做饭，洒扫庭院。待田郎回家，她又缩回壳中躲藏。她长得漂亮不漂亮？对，这很重要。有没有我隔壁家的二丫漂亮？那姑娘生得柳叶眉，杏壳眼，樱桃小口一点点，皮肤白得像刚剥的鸡蛋，头发黑得如墨汁一般。后来田郎发现螺壳之中藏着姑娘，便想了一个办法，他故意将螺壳藏起，待姑娘出来找不到螺壳，无处可归，便只能留在田家。那他真留下来了？留下了，后来才发现她是福寿螺，生了一大窝孩子。啥？别听他胡说，其实是花岗螺，壳硬得很，田郎一家煮了3天3夜都没煮烂。他们说的都是民间乱编的版本，原版据说是真事。那个农夫其实是个人贩子，他拐了一个姑娘，骗村民说他是田螺变的。后来事情败露，官府抓了农夫，把姑娘救了出来。这个版本合理。就算那姑娘真是田螺妖，她为啥要放弃修为，去村里给一个陌生男人洗衣做饭生孩子？图他会轮地，图他家锅大，还是图他家院里的晾衣绳结实？你咋一下就想到人贩子了？你才4岁半啊！可能是吃的多，补脑。吃的再多，脑子也不能转这么快吧？我老家的育儿手册经常讲人贩子咋骗小孩，
育儿手册？你4岁半就看育儿手册？不是看，是听。我老家规矩多，小孩从小就得听。哪个装可怜，哪个拿糖骗人，哪个说带你去找爹娘。像这种把人家回家的壳藏起来，让人无处可去的，一看就是教案级别的坏人。果然，越聪明的人，脑子就越聪明。这话还用你说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又没了！老刘头，你上次也是讲一半，退钱。这老头跑得也怪熟练。老刘头，你先把田螺姑娘讲完。霸王是啥？别姬又是啥？霸王是个人，姬是他媳妇儿。总之，是个特别惨的故事。那还花钱看啥？看完心情不更差了？就是看完别人的惨，才知道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。有道理。这脸画的比神女宗的姐姐还浓，擦一下估计能掉半斤粉。他唱的啥？我也没全听懂。好看吗？好看，虽然一句没听懂，可听着就是想哭。想不想打赏？咋赏？简单，往台上扔，扔的越多越有牌面，扔得准，台上的角儿还会专门看你一眼。往台上扔就中？对。啊！多谢小贵赏。小贵人大气，再赏一个，再来一个。还有没有？没有了，一整袋都让你撒完了。那好吧。那是我1个月的零花钱。这回准备3袋，够你撒了。中。接下来带你看美人跳舞，你敢带她去那些地方试试？正经的，喝茶、赏舞、品诗的地方。那你刚才说的是哪种地方？我哪知道你想的是哪种？阿姐，你这人怎么这么龌龊，整天想些不正经的东西。顾朝夜，你这个孽障！君子动口不动手。我不是君子，打他，打后脑勺！凡界真好玩，看戏要花钱，看皇子挨打不花钱。清风上南去，望中南市。又高看山势，再看故居。怎么样，好不好玩？好玩，比练剑好玩。练剑累了只想躺下。那当然，小爷带你见识的都是普通小孩4岁半见识不到的。走，再带你去玩更好玩的。游乐园？那种太幼稚。这次带你玩小孩子真正喜欢的东西。大爷好，大爷好。你好呀。你好呀，小仙女。你好。你好呀，小地瓜。小地瓜，恁再笑，我把你打成地瓜泥。别理他，
他就会这几句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见小孩就叫地瓜的。顾二爷，大傻瓜！这鸟挺聪明。两只虫子打架，你们为啥那么激动？这可不是普通虫子，这是将军之间的决斗。他们知道自己是将军吗？我去买一只，小爷挑蛐蛐最有一套。啊，就是他，黑甲大将军！看见没有？腿长油压，声音响，一看就是好苗子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叫黑旋风。他要是输了，你就陪我。放心，名字都叫黑旋风了，他能输吗？名字确实怪厉害。好，先观察地形。他咋看着像在想事情？大战之前沉着冷静，方显大将之风。胜负已分。杨孝林，你把我今天的零花钱全输光了，赔钱！本小姐的无良也赔。你不是说自己特别会挑吗？唉，上次你选的蛐蛐可是连胜3场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他明明这么壮，腿这么长，叫得这么响，是不是今天没吃饭，还是昨晚没睡好？也可能是他光长个子没长胆子。外面这些普通货色，也想和我家小强打？我家小强打了30场，赢了28场。你先别得意，刚才只是失误，再来一场。随时欢迎挑战。谁赢了小强，这只滋沙盆也归谁。我来。你来？你会斗蛐蛐吗？不会。以前见过吗？今天第一次。那你上去干啥？试试呗，万一赢了呢？就他。小娃娃，这只没精神，养了好几天，连叫都懒得叫，打不赢的。没事，就他。你就拿这个和小强打，瘦的跟3天没吃饭一样。中不中，打了才知道。这只怎么比黑顺风还懒？完了，又得赔一笔。躲着！会头上！不可能！我家小强从来没输过，30场赢了28场。可他今天输了呀，反正我赢了。赢了！你真赢了！你确定这是第一次斗蛐蛐？确定。这是什么品种？看着不像无尽本地货。不知道，可能他只是懒得打，不是不会打。这是不是就叫扮猪吃老虎？这叫深藏不露，高手的最高境界。这回总不能再压错了，红鸡一看就能打。我也压红鸡。压黑的。你还懂斗鸡？不懂。那为何如此确定？因为越聪明的人脑子就越聪明，这是你刚才说的。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捉他，追上去！红将军上啊！他怎么一直跑？咱不会又压中一只胆小的吧？差不多了。飞机上，赢了！你也太神了！快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黑鸡会赢？你是不是会看相，连鸡的面相都能看？谁脚下站得稳，谁只是在装厉害。红鸡看着凶，可他一上来就用了全力。黑鸡一直在躲，是在等他没劲儿，等对面累了，一下就能赢。
对，你才4岁半，居然懂这么多。没办法，俺是天才。咋都不说话了？不想了，趁着今天运气好，走下一家。下一家玩啥？到了你就知道。他这是想听石头说话。石头要是真会说，估计先让他把自己放下。早知道我就选旁边那块了。客人赔了，他们赚了，这买卖比卖石头还稳。石头里面可能藏着玉，也可能什么都没有。那块怎么样？表面的纹路这么深，里面可能有玉。像玉纹，也可能只是表面假象。要不要挑一块试试？那就这个吧。这么草率？开吧。小娃娃，你懂？不懂，但是这块看着比较漂亮。行，切开看看。出绿了，这颜色真正，小娃娃随手一挑都能长。小贵人运气不错，虽然算不上极品，但玉质上乘。你这双眼睛到底怎么长的？扔铜板一枚枚落下戏台，挑曲子挑中了隐藏高手，斗鸡能看出哪只脚下更稳。你确定只是运气好？我运气一向不错。其实不是运气，我用灵石一扫，石头里面长啥样看得清清楚楚，而且玉石里带着一点天地气息，比普通石头多一点温度，挑它跟挑菜没啥区别。这孩子到底是谁？怎么了？玩累了？想玩，但是我饿了，玩了一整天都没吃几口正经饭，我得吃顿饭恢复精力，要不然肚子一瘪，运气也跟着没了。走，带你吃南市最好吃的夜市。夜市，南市不宵禁，越晚越热闹。从街头吃到街尾，3天3夜都吃不重样。全5京最好吃东西都在这里。那再抓紧。你还能吃？能。我修炼消耗大，得多吃。修炼消耗大，反正得吃饱才有力气。他说的好有道理，我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反驳。像咱们一样当纨绔可真幸福，不用修炼，每天就是逛吃逛吃，钱花的跟流水一样。你以前在山里是不是过得特别苦？苦倒是不苦，就是天天学习，每天都怪忙。我师父和长老们对我可好了，虽然经常骂我，但骂完会哄，凶完以后还会给我丹药吃，给我法衣穿。他们就是嘴硬心软，又打又骂，还给丹药和法衣。他老家的师傅到底是一群什么人？凡界真好，好吃好玩也好看。等我回修仙界，一定要把这些全告诉师兄们，让他们知道凡界一点都不落后，比修仙界热闹100倍。我要一个。小娃娃想要什么？凤凰、龙、蝴蝶还是花？剑。剑？小娃娃不都喜欢花鸟虫鱼吗？就要剑，细长的，直的，不要弯。小剑客拿好。甜的。你这么喜欢剑？我是练剑的。你才4岁半，练什么剑？4岁半不应该玩布偶吗？
我大师兄1岁就开始练剑了，我3岁才练，已经算起步晚了。你3岁开始练，现在4岁半能砸死一头300多斤的妖兽，那你5岁的时候能干什么？5岁啊，大概能打花神吧。咋不问了？怕再问下去，我会开始怀疑自己这些年到底活了什么。对，就是这些。可这里的气息太散了，像往大海里撒了一把针，得找到气息最浓的地方。没错，就是这里。就是这儿，刚才闻见的味儿就在这片林子里。味儿没错，可这里咋啥都没有？不是没有，是被藏起来了。障眼阵，这战法不高级，可布得怪干净，像布阵的人不想让人发现，又懒得多费心思。这风格咋还有点熟悉？阵眼在那边。修仙界的法器，放这儿得有好多年了。这字不像我爹写的，我爹的字跟蚯蚓喝醉了打架差不多，应该是个女人写的。这个像我娘教的。这个肯定是我爹砍的。有我爹的味儿，魔气里混着一点硫磺味儿，也有我哥的，淡一点，可我不会认错。还有一道我没闻过，像花香又像泡开的茶，淡淡的，应该是娘。说好了的永远，画的真丑，我3岁画的都比他强。坐着喝茶的是娘，后面垂肩的是哥。这幅画是我爹画的，他以前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，可这一行字他写得怪认真。爹，你画快点儿！别催，本君第一次画全家福。爹以前也怪努力嘞。这是我哥小时候玩的，平时看着嫩沉稳，小时候还玩缺耳朵老虎。果然，娘带的孩子衣裳都是新的，爹带的孩子，算了，不说了。我小时候穿的都是我哥改小的旧衣裳，父爱如山，专挑别人穿剩下的衫。这是我哥以前的剑，那时候他还不会挣钱，也买不起好剑，可这把剑的名字刻得比我爹那幅画工整100倍。
一张床，比我在天真宗一整个洞府都大。原来有人用符养着，这么多年了，花还在，人却全走了。这里是他们以前的家，一家3口住在这栋小竹楼里。那时候我哥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是魔界少主，不知道爹是魔君，也不知道娘是青云宗宗主，他只知道自己有一个画画特别丑的爹，还有一个交剑时总爱叹气的娘。这里以前一定怪热闹。这事儿得问问皇帝。小贵人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过来了？陛下已经歇下了。麻烦通报一声。可陛下今日处理政务到很晚，才刚刚……我有急事，是关于顾晨光。让他进来。进。何事如此着急？你这儿有没有一块空地？离人住的地方远一点，附近最好一个人都没有。空地？你要做什么？我想布一个很厉害的传送阵。传送阵？万宗凌晨大典还要2年，2年太久了，我不想等，我想回家了。乌京城郊有一片旧皇家猎场，几十年前便已废弃，如今无人居住，也少有人靠近，够偏，地方也够大。可以。就这些？你准备用这些东西布置跨越仙凡2界的传送阵？这些不过是木匠、工匠常用的工具，别人也能用。别人不能，我能。行，天亮之前，朕让人把东西送到你的院中。放心，不会让你白帮忙的。你准备如何报答朕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第1天，从流荒之役出来，调到凡界大央国。正好砸死了一头铁牙猪，救了他们。凡界没有灵力，可他们靠机关和热气自己飞上了天，也跑到了很远的地方。第2天，我发现吴京城里到处都是晨光，这是6师兄留在凡界的东西，做了100年的大品牌。修仙界的晨光天天抱着账本哭穷，不知道6师兄知道以后会不会哭得更厉害。晚上见到了人间皇帝，按照辈分我应该叫他，反正他是皇帝，说话声音很大，骂人的时候声音更大。跪下！气势跟宗主差不多，不过宗主骂完人不用喝水，他骂完要喝3杯茶。一天吃了好多美食，难怪我爹破产以后不习惯。以前锦衣玉食，现在天天吃糊糊，落差确实大。还重，至少看得出来是字，比司徒老祖差远了，但比我爹强。我的笔画至少不会各跑各的。低阶回气丹，虽然丑，但能吃。止血丹，虽然闻着像糊锅了，但也能吃。丹药能救命，这些阵图也能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困住坏人。皇帝帮我找地方找东西，我总不能白拿。眯一小会儿，天亮就起来炼铁。小贵人，您醒了。长公主和2丁子已经来过多次，今
见您睡得沉，不敢打扰，如今都在偏厅候着。他们等多久了？长公主与二殿下来了1个多时辰，杨家2位小将军和萧公子也等了快1个时辰。咋不叫我？长公主说，您睡得香，怕突然叫醒您会哭。太看不起人了！我都4岁半了，又不是3岁小孩，哪有那容易哭？扎得怪好看。小贵人生得可爱，什么发饰都好看。工人1刻钟能扎10种花样，孙家老祖扎了半个圆，辫子还是歪的。他要是看见，肯定得嫉妒。怎么睡到现在？昨晚做贼去了。小孩子不宜劳累过度。你再不行，我就让人直接端午饭了。小声点，醒了就好。我们还以为你准备睡到明天。他们找我有事。父皇说了，只要这几天把你陪好了，之前的责罚就免除。哦，所以你们过来找我是为了免罚？也为了陪你玩，顺便免罚，主要还是陪你。明明就是为了免罚。先用午膳，边吃边谈。今天还出去玩吗？南市还有一半没逛完，北街那边也有几家百年老字号，不去？昨天是谁听见夜市2个字，眼睛都快亮成矿灯了？你一个4岁半的小孩，能有什么正事？除了吃就是玩，难不成还要去上朝？今天有事做，布阵，回家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开传送站，回修仙界。小贵人，这是您向陛下要的工具，陛下还让奴才带来旧皇家猎场的地图。陛下问要不要派人带小贵人过去？那处猎场废弃多年，山路难走，也容易迷路。不用，他们走得太慢，我自己去就中。是。你要这些戏干什么？布阵，回修仙界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准备在我们大燕境内布置一个能回修仙界的阵法？就你一个人？你才4岁半，年龄不代表能力。我1岁就会自己吃糊糊了。跨界传送阵和吃糊糊根本不是一回事，都是自己动手。你真的会布阵？会。谁教你的？孙家老祖。孙家老祖是谁？一个很矮的老头。一个矮老头教了你多久？半年。学半年就能布置穿越仙凡2界的传送阵？我学东西快，他们都这么说。他们这眼神，咋跟师兄们第一次知道我是混沌灵根的时候一模一样？我跟他们说个事儿，先说好，不许喊，不许尖叫，更不许吓得摔地上。什么事这么神秘？其实我也算个公主。公主？大燕没有流落在外的公主啊。你不会是父皇的私生女吧？会不会是陛下以前微服私访的时候？这个糟老头子，明明说只有我和阿杰2个，怎么外面还藏着一个？二殿下冷静，现在只是多了一个私生公主，没准外面还有其他私生皇子。诸位先冷静，你是哪一国的公主？首先，我不是那们爹的孩子，我是我爹的孩子。你爹是谁？魔君拂晓。我娘是修仙界青云宗宗主青梦。是哪个国家的？我和我哥都在修仙界学艺，我们是天剑宗的。顾晨光所在的天剑宗。对，顾晨光是我6师兄，其中一个是我亲哥。魔界老贵族、修仙界内鬼，还有流荒之域邪修3伙反派合谋要炼化仙魔2界，气运飞升。他们发动仙魔大战，布下上古邪阵，把2界的人都困进去了。后来我哥带着魔界隐藏的大乘期修士来救场，宗主请来了北海之主，我娘也出关了，一剑劈开邪阵。最后8个反派老祖跑了，他们正好碰见出来找娘的我，就把我抓进流荒之域，养了1年。等会儿，
他们不是反派吗？为什么还养你？他们对我还不错，所以最后又把我放了。但是传送阵出了点偏差，把我送到了万丈陵上面。整个事情经过大概就是这样，能听明白了吗？你听懂了吗？没有。你呢？你们都听不懂，我更听不懂，我连魔君是啥都不知道。他说的每个字我都认识，怎么连起来我一句都听不懂？魔君我还能理解，邪修老祖是什么？硫磺之域又是哪儿？北海之主为什么也来了？还有大乘期到底有多大？可能比马车大。他所说之事，前因后果完整，但内容过于离奇，离奇到我们无法找到证据证明他说的是假的，也找不到证据证明他说的是真的。听君一席话，如听君一席话。但凡你这话有一点道理，也不至于一点道理都没有。所以呢？所以我选择相信。你信？不信。但我想不出更合理的答案。一个4岁半的孩子能随手拿出仙丹与储物法器，还能一眼看穿玉石内部。若他不是修仙界来客，那他还能是什么？总不能是妖怪变的。你看清没有？那把剑从哪儿拿出来的？没看清，我就眨了一下眼，它就出现了。你能不能再掏一遍？这次我保证不眨眼。不是，他为什么能飘着？没有绳子，也没有细线，这根本不合理。我去布阵，晚上回来，记得给我留饭。他真会飞！说的是真的！他爹真是魔君，真是公主！高手不需要回头，回头就不帅了。从天上看，吴京更整齐了，路是直的，房子是齐的，连人走路都像按着格子走。娘，有个小孩在天上飞！小孩子别瞎说，哪有人踩着剑在天上飞？真的有人，还是个小女孩。我看你是昨晚的画本看多了，今晚不准看了。我真没眼花，真有人在飞。他没看错，就是他娘看的有点慢。地方够大，土也重，就这儿了。坐标阵一点都不能差。孙家老祖修阵的时候，每一刀的方向、深浅、角度都不一样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可记得不代表能乱来。还是有点焦，歪了。太浅，传送阵不是玩具，歪一点可能掉进海里，再歪一点可能掉进妖兽窝里，再歪的厉害点，算了，不敢想。阵基成啦！
不亮。阵纹没错，坐标没错，阵眼也没错，那到底少了啥？阵法就像桶，天地万象之气就是水，桶要结实，水也得足。光有空桶没有水，什么阵都转不起来。我明白了，阵基就是桶，灵石只是点火的火种。可凡界没有灵气，也没有魔气，这里的万象之气淡得跟清汤一样。炉子有火，锅里没水，烧一晚上也烧不开一锅空气。硫磺之域的阵能启动，是因为有大成期老祖轮流往阵里灌灵力，像几个人一起往池子里加水。可我才金丹中期，我一个人的灵力填不满这么大一个阵。没有水就自己收水，没有气就自己吸气，我真是个天才。草木有生气，大地有地气，风里有微尘之气，山石水气露珠全都有一点点气，灌进大阵，只要这叫复杂气烧起来，再立这个补气阵就不会停，一次收一点，一天收一点，早晚能把水桶装满。亮了，说明阵没问题。又暗了，是收的气还不够，等补气阵把水攒满就能启动。传送中途没气最麻烦，万一卡在两界中间，可能连掉哪儿都不知道，所以不能急。再想回家也得等他吃饱。快了，只要阵里的气攒够，俺就能回去了。爹娘哥哥师兄们，再等等俺，皇宫还有饭等着俺。你真的是仙人？在凡界应该算，在修仙界不算。修仙界只有渡劫飞升以后才算真正的仙人。我现在才金丹中期，离渡劫还差好几个大境界。金丹中期是多大的官？不是官职。御剑飞行，真的是御剑飞行！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真的。你今天飞出去的时候，文华殿那边好几个大臣都看见了。陛下，刚才飞过去的是什么？朕我不知道，连我父皇都不敢承认知道。你知道这有多厉害吗？知道，俺每天都这么飞。能不能带我飞一圈？我们也想。要不先用膳，饭菜已经凉了。御膳房热了3遍。唉，行吧，飞一圈也费不了多少劲儿，但是一次只能带一个，剑就嫩长，占不了那么多人。那不行，我先提出来的，我先，明明是我先问能不能带我飞。你们两个让开，女士优先。我是长公主，按身份也该我先。诸位，礼让是传统美德。都别争了，抽签，谁抽到最长的，谁先飞。短的，我的比你长。小爷先来。你没作弊吧？愿赌服输，少污蔑人。这剑结实吗？结实的很。那就好，我能抓着你肩膀不？中，站稳了。稳了，稳了。走了。我飞了，我真的飞了！父皇、母后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你们的儿子在天上！不是乘风囊，是御剑飞行！父皇，抬头看！中书，陛下，看天上。回陛下，老奴正在看。他说自己是黄渤高祖的同门师妹，若是真的，按照辈分，朕应该叫他什么？姑祖，还是皇祖姑？陛下还是继续叫小贵人吧。他说自己是，你便信了？一个4岁半的娃娃，能砸死铁牙猪，能拿出仙丹，能使用储物法器，还能御剑飞行。他现在说自己是天上的星星，老奴都愿意先信3分。况且，陛下不是也信了吗？否则您不会连夜替他准备布阵工具和皇家猎场地图。太刺激了！乘风囊是慢慢往天上飘，
这个是嗖一下，直接冲上去，跟有人抓住我的衣领，把我一把扔上天一样。说完没有？到我了。站稳了吗？稳了。那飞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……啊！救命啊！太高了，慢点，我要冷静。我是镇国城的女儿，不能怕。又升高了。那到底是让我慢点，还是继续飞？慢点飞，但是不能停。要求还怪多。阿姐，你还好吧？好的很，就是腿有点软。我能不能坐着？我准备好了。可以，坐稳就中。阿姐，你这不行啊！我刚才都没吐。你闭嘴！快！终于到我了，准备好了，起飞！爽，太爽了！比骑马刺激100倍！好玩，下次还……离我远点！我要不变算了。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，浮萍很快就要走了，今日不上，以后再也没机会。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行，能否慢一些？能慢一点，但是不能太慢。御剑本来就是快的。那便随缘吧。嫩还活着不？宋妍，不会吓晕了吧？确实刺激，但下次别叫我了。幸好刚才没吃饭，吃了肯定全吐出来。我以后再也不说自己想飞了。唉，我以后还是脚踏地吧。现在能开饭了不？我快饿扁了。传膳！你真的要走了？等阵法收集够能量，我就走。要不要我们送你？不用，大阵启动的时候，气流会把能们全掀飞，跨界罡风还能把能们撕碎，我还得分心护着能们，太麻烦。是被嫌弃了？不是嫌弃，我就是不想那么英年早逝。难道那么想试试？是什么？别问，这次他说的是死。今天听你说要走，我就让人出去买了。有宫里御膳房做的，也有赎金各家糖铺卖的，什么口味都有，够你吃一阵子。能买那么多干啥？你不是喜欢吃糖吗？回去以后慢慢吃。这里面是花票，大燕各地都能用。万一以后你又不小心掉到凡界，至少不会没钱吃饭。我掉下来一次已经够倒霉了，这叫有备无患。这个送你。俺会御剑。我知道，但万一你哪天飞腻了呢？万一呢？那俺收下了。里面记录着凡界各地的地理、风俗、饮食与典故。你以后若有时间，可以慢慢翻阅。恁这是怕俺回去以后忘了凡界？只是希望你偶尔还能想起。你是修仙界来的，所以给你挑了些凡界最畅销的故事。我全都检查过，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，不虐，也没有看到一半突然全家没了。这个好。人们别说话，你一说话我们就该哭了。这个给恁们敌节疗伤丹，虽然长得不咋好看，可止血疗伤斗中，以后受伤了就吃一颗。如果人们有灵根，
以后修炼武道的时候也能用得上。要是没有灵根呢？那就当纪念，放枕头底下也中，听说能辟邪。别说了，能不能再说，我就真要哭了。我们以后还能见到你吗？能啊，不过我回去以后得忙着修炼，还得忙着飞升，等俺先飞升了再说吧。你什么时候能飞升？快的话300年，慢的话500年。300年？那时候我们早就死了。没事，到时候我给能们烧纸，告诉能们俺飞升成功了。谢谢。凡界的气虽然少，可也能积少成多，就像荒山上的补气阵，一滴一滴，早晚能装满。这个给皇帝，他帮俺找地方、找工具，不能只送1颗疗伤丹。你蹲这么久，腿不累吗？不累，俺师兄说了，根基不稳，地动山摇；根基稳了，雷打不动。有道理，小爷陪你。不行了，我的腿已经不是我的腿了，腿在抖，脸也在烧。我的腿不是腿，是2根棉花。还是当纨绔舒服。真的不再玩2天？南市还有一条街没逛，卖机关盒、会动的木偶，还有能自己走路的纸人。不然，俺得回去了。再不回去，俺师兄们该急疯了。你一直说师兄，他们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人？俺大师兄是修仙界天骄榜第1，100岁元婴。话不多，但是特别靠谱。我二师兄是我亲哥，魔界少主，商业奇才，搞钱高手。3师兄扎辫子可好，脾气也好，就是说话不咋好听。4师弟做饭最好吃，他蒸的馒头全修仙界第1。5师兄特别帅，追他的人能从山脚排到山顶。6师兄最爱记本本，大事小事全记，已经攒满1箱子了。俺还有3个长老，全是化神期，一个养过灵兽，一个烧过丹炉，一个扫过佛寺。你们长老的经历还挺朴实，都靠劳动挣钱，不丢人。俺们宗主更厉害，5大宗最强的合体期大能，跑得特别快，非常非常快。有多快？比铁折车还快吗？铁折车在他面前跟乌龟爬差不多。比你御剑还快。俺在他后面只能吃灰。好了，俺要去找皇帝送点东西，能们要不要一起？你自己去吧，我父皇那张脸看多了，晚上容易做噩梦。父皇现在正在早朝，文华殿人多，我们不去凑热闹。我爹肯定也在，他昨天还说要继续揍我。万一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挨打，太丢人了。去了不是挨打就是挨骂，不划算。行，那俺去。麻烦帮俺通报一声，俺想见咱们皇帝。小贵人稍后。你刚才看清了吗？那孩子是御空而来的。宫中早有传闻，那位小仙人竟以真的。就是他，才4岁半。正是。 4岁半便能御剑飞行，等他长大，
岂不是能耐大的不得了？他是仙人，仙人的4岁半和俺们凡人的4岁半自然不同。可他看着就跟俺孙女一般大。俺孙女昨晚因为抢不到糖葫芦，哭了足足半个时辰。你孙女能御剑吗？那不就得了。宫中真的一位仙人，万宗凌晨大典还没到，他怎么提前下凡了？昨日犬子在宫门值夜，说看见一群人在天上飞，本官以为他当差饮酒，还打了他一棍。看来他没撒谎。听说这小贵人是从天上掉下来，一屁股砸死了铁牙中天而降，又力大无穷，这莫不是话本里的天命之女？俺就是掉下来的时候正好屁股朝下，咋传着传着就成天命之女了？陛下请小贵人入殿。今日早朝到此为止，退朝。罢了，钟爱卿想看仙人，便留下看吧。小贵人一早前来，可是传送阵出了问题？阵法没问题，俺昨天说过，不会让你白帮忙。前晚和昨晚练的，有回气的，有止血的，还有增援的。虽然长得丑，可都能用。确实不太讲究外形。咬小蒿就肿，长得好看又不能治病。那么樊姐不也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吗？药苦都肿，长得丑咋不肿？你说的有理，是朕肤浅了，不该以貌取单。哼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何物？星辰砂，制作法衣的极品材料，掺进去以后，布料会更有韧性，刀砍不破，火也烧不穿，晚上还能发光。此物看似细沙，摸起来却有温度，朕从未见过。没见过正常，这是魔界产的。本来应该磨成粉，用灵力炼进布料，不过你没有灵力，让工匠烧热以后碾进去也中，效果差一点，可肯定比不加好。这一袋够做10几件法衣了。还有这个妖兽粮，给妖兽吃的。对，里面有灵气，妖兽特别喜欢。下次咱们再围猎妖兽，用这个当诱饵，一次放恁多就够了，千万别放多，放多了会引来一群。以咱们现在的实力，打不过。你送给朕这么多仙家宝物，朕不过给了你几把尺子和一块荒地。尺子就够了，工具不在多，好用就中。几把尺子换来仙丹、仙矿与妖兽诱饵，这桩买卖大燕赚大了。俺也赚了，芷宁姐姐他们对俺很好，你也让俺住最好的偏殿，吃最好吃的饭，还让他们带俺看了凡界有多热闹，大家都没吃亏。那你以后还会回来吗？不知道，不过俺回去以后会跟六师兄说，告诉他大燕现在发展的怪好，路修得好，百姓日子也热闹，让他有空回来看看。你真是顿世圣皇的同门师妹。顿世圣皇，听着怪威风，应该就是六师兄在凡界的封号。亲师妹。那你岂不是与黄伯祖同辈？按辈分，俺得叫你一声皇侄孙。顿世圣皇的亲师妹，那辈分确实比陛下高。那俺们是不是都得叫他老祖宗？皇，不用了，叫俺扶贫就中。扶贫，大燕永远欢迎你回来，不论过去多少年，只要你还愿意回来，朕的皇宫便永远为你留一间偏殿。好，东西送完了。父皇说什么？他说大燕永远欢迎俺回来。那当然，你以后回来吃住全包，想住多久住多久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恁这句话俺记住了。
你昨天说要走，准备什么时候走？现在。这么快？补气阵应该收集的差不多了。那你一定要好好保重。能们也是。俺走了。一路平安。这个得带回天剑宗，摆在议事大殿里，怪气派。也让师兄们知道，俺来凡界一趟，可不是只顾着吃。东西带齐了，饭也吃饱了，礼物送完了，这次真的要回家了。还中，朕没让风刮坏。还是差一点，现在进去，万一卡半路不中，再等等。反正还得等，俺帮补气阵稀一点，说不定能快些。咋突然那么多？像知道俺要走了，舍不得俺似的，都拼命往俺身上塞。慢点，慢点，丹田都快让你钻热了。金丹后期，俺凡界才几天，没打架，没泡药浴，就吃了几顿饭，睡了几个觉，布了个阵，这就突破了。凡界的万物生气比上品灵石还补，比流荒之域的药浴还管用。算了，想不通就不想了，想通了也不一定有啥用。嘿，这回够了。天剑宗，俺回来啦！又是这个味儿。又是林子，咋又是林子？灵气充沛，每一寸经脉都舒坦了。是修仙界，不是凡界，也不是流荒之域，俺终于回来了。你先上，凭什么我先？磐石巨熊，低阶巅峰妖兽，虽然只是低阶，可力气特别大。差不多相当于筑基期修士。你先上，你的剑快，趁他没反应过来，先砍一剑。你先用符控住他，你不控住我怎么砍？体修上去扛啊！你皮厚扛揍。先不困阵，把熊困住，我再扛。我才练气后期，这么大的困阵，我哪能一眨眼不完？他一巴掌下来，我连遗书都写不完。别看我，组队的时候说得很清楚。你们打架，我提供丹药；你们受伤，我疗伤；你们没气，我回气。最后，你们要是死了，我负责收尸。他跑了？刚才不是还想吃我们吗？可能突然想起家里有事儿。他跑的方向像是巢穴，说不定媳妇儿要生了。难怪刚才那么凶，可能真赶时间。赶时间早说呀，早说，我们也不拦他。咱们刚才腿都快吓软了，到底是谁拦谁？咦，这谁家的小娃娃？巨熊不会是看见他才跑的吧？不可能，他骨龄才3、4岁，修为看不出来，要么比我们高，要么就是完全没有修为，肯定是后者。那熊怕他什么？怕他哭起来声音太大？那么好呀。请问一下，这里是哪儿？
俺刚回来迷路了。你从哪里来的？怎么独自在森林中？你家长辈呢？俺从凡界回来，俺天剑宗的。